不是啊，这还能错哦？这不都电脑跑出来的资料吗？这是有点夸张。会员观众哦，他也很好心啊，然后跟我讲他的情况，然后说我可以来拍一集哦，来呼吁其他观众记得要检查税单，不然大家都怎样？大家不是拿到税单，像我也是啊，我拿到税单我就去超商把它缴掉哦，就一叠，然后也没来检查，我怎么知道要检查什么哦？那经过他的那个说明之后，这是我会看一下我的税单。那你再想想看，这还是他有检查到，然后打电话去讲，然后再修正以后重寄新的给他，让他去缴，这是很诡异的事情嘛。那你看，要是大家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拿到就直接去把它缴掉，好，那不就变成什么都没有？就是政府凭空赚很多钱啊，地方县市啊，这都地方税哦，就赚很多钱啊。然后有来争取的再跟他讲，没来争取就算了哦，就这样，不喜欢呢。地价税这样算才对，看看你是否每年多付了好几千块。先说结论哦，建议你先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地价税税单，因为我有会员被算错了哦，他是公益出租人，但是他的地价税还是被收到 10% 哦，那真的有点意外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低薪的人能买得起房子，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地价税怎么算这次要聊一集是因为有那个会员我这个频道的他要买然后还来跟我分享这样，他发现他的地价税单被算错，很瞎就是他收到那个税任稽征处的税单，他觉得不太对劲，怎么有点贵？因为他的租客有申请租金补贴，所以他的地价税应该是要变少才对，然后就打去问承办，结果承办就承认了可是就没有改到那什么东西那因为他还有其他地方的房子所以他就一间间打去问，发现都没有改到，而且承办说这个不是特例已经有很多询问电话。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瞎就是挺政府政策成为公益出租人，然后说好的补贴没有下来，是我会觉得莫名其妙，然后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税单就是要去缴钱那幸好这位会员够细心不然真的吃亏我也建议你如果你有让那个租客申请租金补贴，或是配合政府的政策社会住宅包租代管，那你看完影片以后最好还是去看一下自己的地价税单，看有没有被算错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地价税怎么算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地价税怎么算地价税的算法就是依照政府的公告的那个土地价值来做评估的依据。你自己可以上你地政司的网站去查你的地价总值这个是查好玩的实际上应该你拿到税单，你看几个重要的项目，那些百分比他们乘错，这样就好了。例如你的房子政府公告地价是100万元，那就是以此为标准来算。如果你今天这间房子登记自用住宅的话，它是用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2%，也就是你的地价税就是你100万然后去乘2%就2000块那如果你没有登记自用住宅的话就是采用10%所以地价税会变成100万乘10%，这是差5倍就变1万，一来一往差8000。那地价税的税基纳税基础是以每季度的8月31号为准。如果你是在该年度的8月31号以前拥有房子，那你就要缴全年地价税，意思是就算你是8月30号拥有房子，你还是要缴一整年的。最后你要知道可能被算错的地方在哪里。这是我们的会员说被算错的地方是在他的房客有申请租补，所以他会自动变成公益出租人。那现在政府给公益出租人优惠长这个样子表格蛮复杂的我直接讲重点，就是说房屋税同自住住家用税率 1.2%， 重所税然后有没的这些东西。那启动的地价税适用住宅用地税率2%，所以它的地价税应该要变成2%才对。那刚刚我们也有算过，就看你那个房子的土地是多少钱然后乘好面积以后乘那个2%。如果你不是自用的优惠税率，你就是乘10%，这一来一往差8000应该这样讲，说差5倍，所以是真的差很多。这个差5倍应该都可以就会变成说你会多支出1个月，等于你多送1个月的房租去给政府这样我猜啦，问题应该是出在这个地价税的说明是由地方政府评估状况来决定是否配合。
这句话就变成说系统不是一体适用，然后地方的政府自己要去设定这样。然后你看这张图，这是内政部公告的图，就有点嘲讽哦，就是反正内政部都讲得好好的，就是一般出租市场跟租金补贴市场，然后政府的利多它给的利多，重所税利多、房屋税跟地价税的利多就这些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你收到税单的时候就没有，对不对？不好啦，很不 OK 啦我们都配合政府的政策结果你说好的东西不给我，这不知道怎么讲。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地价税怎么算。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会员的经验，他在收到地价税税单之后，发现被算错了，然后打电话去问承办，承办也直接告诉他，对，算错了，就这样。然后我也跟人分享了地价税的计算方法，就是你可以上地政司的网站去查你的地价，其实很少人会去查，都嘛是直接看那个税单看它是千分之二还是千分之几就这样。那如果是自用住宅登记的话，那就是千分之二；一般住宅的话，千分之10。那这位会员遇到的问题就是，他有让租客去申请租补啊，所以他是公益出租人啊，所以这间房子就应该享有内政部给的2%的优惠税率啊。可是他收到的税单还是10%，就变成他打电话去问，蛮奇怪的，怎么打去都还是没有改到这样。又来了，就是那个政府不相通。那个在给优惠税率这个东西，内政部在用租金补助租补这个东西，财政部，然后你的房屋税、地价税，地方县市政府那它的系统没有勾稽起来，就爆了，就这样。好那所以你收到税单你下次也是一样就要去查一下，看有没有被算错。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
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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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只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不是啊，这还能错这不都电脑跑出来的资料吗？这是有点夸张。会员观众他也很好心然后跟我讲他的情况，然后说我可以来拍一集来呼吁其他观众记得要检查税单，不然大家都怎样？大家不是拿到税单，像我也是我拿到税单我就去超商把它缴掉就一叠，然后也没再检查，我怎么知道要检查什么那经过他的那个说明之后，这是我会看一下我的税单。那你再想想看，这还是他有检查到，然后打电话去讲，然后再修正以后重寄新的给他，让他去缴，这是很诡异的事情吗？那你看，要是大家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拿到就直接去把它缴掉，好，那不就变成什么都没有？就是政府凭空赚很多钱地方县市这都地方税就赚很多钱然后有来争取的再跟他讲没来争取就算了就这样。不喜欢呢，好了，我们也要骂政府啦就是你不要上纲到政府，我们拿一般公司来讲好了，行销部、业务部，然后客服部门，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怎样各干各的，真的是各干各的，每一个 team 都有自己的 KPI 要顾，那个主管的那调度他就很重要，他就要有那个大局观，你不要行销部就毛起来干行销部的东西，然后出了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优惠方案然后大家都打电话来问了。结果客服部没有被通知，他什么东西？你们讲什么？我们公司什么时候推出这个？好，然后业务部也被问，说怎样？怎么会这个各干各的就会这样，就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上纲到政府来，你看各个部会、各个部门那个流程之繁杂没办法，所以会出包，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但是出这种包就觉得很奇怪，这就是出包，可是它形成的效果是说所以是。有人有发现去跟你们要，你就会退给他没有发现了，你们也不会主动去退就算了，这件事情就算了，这样不 OK， 这真的是不 OK。然后做错就做错了，然后他就是重改一张税过程中有任何人会受到一些处罚或代价吗？也没有，对吧？已经缴掉的钱怎么办就再说那不喜欢所以下次你看到那个税单房屋税、地价税税单要你缴钱的东西。你还是要把它看过，看他那个税基有没有给你乘错，不然说真的，我们以前拿那么一叠就拿去缴了，我这也从来没看过呢那我看人家在缴，也没有在检查的呢就是这样，然后看到多少钱就直接给了就这样，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种东西还会有错小心一点那只能这样子讲这上个月应该开始都收到了那个对就是地价税那地价税应该都收到了那去缴之前来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用的税率不然的话会多缴钱给政府，然后没有人会为这件事情负责，就多被白收的，不是那么理想那跟你分享。